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2C 链商，我是星星。今天我要带你进入一个全新的视角。为什么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消费，从来没有被当成一种资产？而为什么现在它第一次有可能变成你的资本？这一集是 M2C 链商的开篇，也是理解后面所有章节的基础。如果你一直以为消费就是花钱，花了就没了，那么这一集会彻底改变你的想法。我们先从现实说起，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被消费支撑的社会，每一个人每天都在消费，买食物、买衣服、加油、点外卖、订旅馆、刷短影片、买付费内容。你会发现，我们几乎没有一天能不消费。而在过去100年里，所有经济学、商业模式、平台设计都基于同一个铁则：消费就是支出，钱花出去就没有了。你买奶茶，奶茶店赚钱；你买手机，科技公司赚钱；你订外送，平台抽佣。只有你是永远的那个出钱的人。这就是消费者的角色：付钱，付钱，再付钱。平台经济的崛起更强化了这个结构。外送平台、电商平台、直播平台、交通平台，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？所有价值都集中在平台，所有利润都回到平台。用户用的越多，平台赚得越多，但用户得到什么？折扣、积分、满减券、几块钱的返利。事实是，平台靠你的消费获得100亿市值，但消费者只能拿到几元优惠的心理安慰。然而，另一个现实也在快速改变世界。区块链 token 数字资产正在大规模崛起。今天，全世界第一次开始讨论价值流动能不能重新分配，使用者能不能成为平台的共同拥有者，行为本身能不能产生回报。从比特币到以太坊，从 game fee 到 social fee， 这10多年告诉我们一件事：原来价值不是只能集中在平台，也可以被重新分给参与者。而这就是 M2C 模式能诞生的基础。既然世界已经有网络、有平台、有支付系统，为什么还需要 M2C？ 因为今天的消费模式存在3个根本问题：一、消费者永远是输家，价值从不回流。你消费越多，平台赚越多，但你并没有因为商家创造价值而获得资本回报。换句话说，你贡献了整个生态的价值，但你没有分到钱。二、平台抽走了大部分利润，商家越做越累。任何做生意的人都知道，抽成越来越高，广告费越来越贵，精准流量越来越少。在平台时代，商家可以形容为不加入会死，加入也活不了。而 M2C 的核心目的之一，就是把商家从平台绑架里救出来，让商家的利润不再被中间层大量吞掉。3、现有模式无法解决贫富差距的结构问题。传统经济学里的消费只是支出，但财富的累积需要资产。于是，一个巨大问题出现了：富人靠资产变更富，穷人靠消费变更穷。这不是能力问题，这是结构问题。而 M2C 的目标就是打破这个结构，让普通人第一次有机会在日常消费中获得资产，而不是单纯花钱。M2C 不是口号，也不是理论空想，它必须是一套可验证、可复制、可量化、可落地的商业模式。因此，我在这套书以及这整套视频里会做到3件事：一、用最通俗的方法解释消费如何变资本，消费凭什么会变成资本，资产到底从哪里来，价值流动靠什么支撑，这些都需要用数据、案例、机制告诉你。2、用可量化模型来建立 M2C 的底层框架，比如激励从哪里来，如何做到不靠资金盘，不靠拆东墙补西墙，如何确保奖励可持续，为什么这套模式不是平台返利的翻版，这些我都会用清楚的模型拆给你听。3、
用可验证的技术基础来支持整个系统，包含区块链提供不可篡改的记录，智能合约提供透明的激励机制，代币模型支持跨商家、跨产业的价值流动。M2C 不是一句让消费者赚钱这么简单，它是一套完整的商业模式加经济模型加技术系统。今天我想让你理解3件事：一、为什么 M2C 会出现？因为传统消费让消费者永远亏损，平台垄断让商家越做越累，资产分配的结构让贫富差距永远扩大。2、消费第一次有可能变成资本，是因为世界变了，数字资产、区块链、智能合约，让价值第一次可以透过技术被重新分配。3、M2C 的目标是重新定义消费，从花出去的支出变成能成长的资产。换句话说， M2C 不是在改变商家、平台或科技，它是在改变每一个人的财富逻辑。下一集我会带你进入 M2C 的核心思想，消费到底隐藏着什么价值？为什么我们一直看不见？又为什么 M2C 能把它资产化？第2集将会从观念重构开始，让你第一次看清消费行为背后的价值机制。如果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就一起进入 M2C 的下一章。我是星星，我们第2集见。